我们在前面做过一期国人都在用多少钱的手机的专题片，经过各种大数据调查，大多数的国人都在使用2000块钱以下的手机。但是在今年发布的新机之中，大家想一想，这个价位段的机器好像并不是太多，尤其是1000元以下的机型。最近我们也刷到了不少低价山寨机开始借尸还魂的消息，难道他们要大规模卷土重来了吗？这期视频可能会影响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小白测评2021年山寨机大调查。第一步，购买其实根本不用费什么事儿啊，你只要在电商平台浏览过一些低价手机，这些看着非常眼熟、价格还异常便宜的李鬼机们就会映入你的眼帘。我们这次在不同的主流电商平台斥资6000多集中采购了一批，详情都在这张图里面。这台在某东购入的 fake 版的小米10 Ultra 几乎一样的四摄，有3颗都是假的。另外几台无论名字还是外观，看上去都会令人误以为是华为的兄弟机。比如这台在某猫购买的硕王 Mate 40 Pro， 确实很像 Mate 40保时捷的弟弟啊，不对，应该说是大哥啊。原版保时捷5摄，人家这台有6摄啊，不过有5个都是假的啊。这台在某宝购入的 iWay M40 白色机身星环式摄像模组，远看过去可以以假乱真有没有？但也都是大塑料假的啊。山寨不止于手机，我们这次还买到了一台荣耀平板啊，不对。荣耀至尊平板，你听听这名字就知道没憋什么好屁。我们在这里先抛出一个问题啊，这些手机它算不算假货？记住这个问题，后面要考啊。外观无一例外，它们都是仿冒各种大牌。给大家看一下这些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详情图：7.8寸高清大屏，骁龙818、骁龙865、9800毫安时的大电池，12加上512、16加上512超大存储。这台 Pad 更是达到了2万毫安时的大电池。听参数是不是都很爽？别说你了，这个搞机没有1000也有800的我听了都爽。顶级配置都给你了，哎，人家价格还低啊！这些手机基本上都在1000元以下，是不是和某些小伙伴梦想的手机一样，低价高配，不要1999，只要999。自嗨结束，看一下他们的真实面部，用 ADB 命令把遮掩全都给扒光。某宝买的这台宣传内存和存储为16加上512的 T50 Pro， 实际情况3加 64G。好家伙，这个扩容力度基本上和假扩容内存卡一样了。最后这6台设备有5台的内存和存储是扩容造假，更可恶的是 iWay 的这台买过来新机接口都是坏的，仅能充电，不可以传输和读取任何数据，估计是故意搞坏的，就是防着我们的。一般这种扩容存储有2种，一种是你往里边存东西，其实就是不断对原来的数据进行覆盖，能读取的都是你最后写进去的那一批数据。还有一种就是你最多只能写入实际的存储量，说是512256，但其实就能存个1632，超过之后就会报错，即便不报错，你后面存进去的文件也都无法打开，碰到真的是要被坑死。我们在购买手机的时候，明明选择的是512G， 但实际拿到手只有32G。明明买的是7.8寸的手机，拿到手里只有6.8寸。如果是不懂这些验证方法，大众是不是永远就要被骗下去？这明显就是一个欺诈行为嘛！你去超市想买一个大瓶可乐，这是你想要的，而老板给了你一瓶只有1/3的可乐，这你忍得了吗？OK， 视频到这儿，你觉得这些手机它算假货吗？有个别杠精可能会说啊，这能忍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它还给你的是可乐是吧？只是量没够。别急。处理器这些机器标称的865和888经过验证，实际的芯片3台为虎贲的 T310， 你是不是听都没听过？这颗处理器压根就没有什么成熟的调教方案。而这款 Pad 说自己采用的是 X30， 其实是 MT6797， 这颗芯片最高只支持2560×1600的屏幕分辨率，而在宣传页面却打出了 4K 绚丽屏、4K 高清屏等词汇，还有山寨机最爱的联发科 MT6735P 发布于古老的2014年，而平台的产品详情页却打出了发布于2017年的 MT6763。前面内存环节还有一个机型说了实话啊，处理器这个环节6台全部造假。巧不巧，你又要去超市买一个大瓶可乐，这是你想要的。这次老板给了你一个瓶子都一样，但实际，我靠，是不是自来水？这你忍得了吗？至此，你觉得这些手机它算是假货吗 ？One more thing，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大铁锤，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工信部网站上查询的这几台手机的入网许可的结果。这台保时捷，别说保时捷了，说它是保时泰我都觉得过分。5台中4台查询到的备网图片和实际外观没毛关系啊。淘特购买的这台全网通 Bog 直接显示您输入的标志信息是假的。
没有一台山寨机能够通过工信部的入网许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的机器它可以依然活跃在市场上？首要原因，平台漏洞。我们看着它们已经假的不能再假了，内存造假、存储造假、处理器造假、电池造假，但一些平台就不认为它们是假货。这类手机几乎每一台都修改过硬件参数，等我们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 ，ADB 命令都已经查不出来了，山寨也进化了。首先，他们在平台的信息标注上都非常不全，某东还稍好一些，但处理器也是假的，其他平台更是敷衍，假参数都不想给你标注几个，全凭商家自己在详情页里边胡扯。这台平板在同一个页面里边，一会儿15000毫安时的电池，一会儿又变成2万的了。在申请假货售后的时候是无法通过审核的，投诉了假货也没有回复，店铺回复只有将售后原因修改为不喜欢，才能统一退款。让这些店铺如此嚣张的原因和平台的规则漏洞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张平台售后的常见 QA 啊，其中平台明确表示，三无产品、山寨货、翻新货都不是假货，只属于商品问题。如果你去维权，最后基本都会按照描述与实际不符来处理退货。你品一下这句话就很灵性啊，描述不符，那不就是假的吗？如果平台不判定为假货啊，就不能进行国家规定的多倍索赔啊，比如说1赔3，只能按照退换货处理。这么严重的欺诈行为，99.99%的消费者都不懂得怎么验证，发现也没事啊，大不了就退换货完事儿了，没发现就狂赚。看着这么大的销量，到底是不法商家钻了平台的漏洞，还是平台端对这类产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我们在这儿只想问一句啊，这些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真的产品，虽然他们自己没说自己是华为、小米，但他们本身就在造假售假呀，这不是假货，那你告诉我，什么他妈的叫假货？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假货？当然，我们也特别说一下，这期视频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去薅羊毛啊，买这种产品然后去维权赔偿，而是要揭露这种现象。当然，多半你也成功不了。第二个原因，市场供需。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一下1000块钱以下的品牌智能手机，寥寥无几啊。随着成本的攀升，在1000元以下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新机可选了。我们购买的这些山寨机大多都处于800块钱以下单位，可能连你的一对降噪耳机都不止这个钱。但是国内确实还有许多人的购机预算真就这么多。他们可能是贫困山区的务农者，或者是根本不懂手机的大爷大妈。要知道，国内现在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月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些山寨机的滋生，也就是抓住了这里的市场空白。品牌机看不上的价位段，在外形和名字上模仿大牌，让不懂的人误以为是这些品牌的手机或者子品牌什么青春版之类的，同时造假宣传、低价销售，利用平台的漏洞赚得盆满钵满。估计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说啊，买这些手机的人还不都是为了贪小便宜、爱慕虚荣？1000块钱不到，你想买888、16加上512，哪有这样的手机啊？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好者减房理论。全国的科技数码爱好者可能只有1-2千万啊，我们这些人都懂，我们这些人知道怎么验证，但是国内还有数亿的人他根本就不懂，他连运存和存储都分不清楚，更别说骁龙888这些芯片的名称了。你知道不代表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被骗不代表所有人都不被骗。再来说一下这些山寨产品有多暴力啊，扰乱市场咱们就不提了。720P 的垃圾屏幕，5伏1安的充电，摄像头造假，屏幕指纹，这完全它就是一个动画而已。山寨机大规模使用的 MT6735P 这颗处理器在市场上一般120块钱就可以买到，如果你量大的话，价格还更低。一台手机的成本也就200-300块钱，可能还不到，而他们的售价往往能够翻数倍甚至更多。大厂们真的可以多关注一下1000元以下这个市场，虽然可能赚的少了一些，但是薄利多销还能造福于民。视频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费尽了9牛2虎之力，想办法拿到了一台特殊的小米11 Ultra， 当然它是假货啊。它其实和上面的机器如出一辙，仿大牌配置假，但是在国内你是买不到这台手机的。随着我们的深挖，发现在国际市场上还有许多华为、小米、vivo 等品牌的机型正在被一些国内的不良商家山寨，并只出货海外。很多人都知道，早些年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对中国产品有着刻板印象，认为中国产品廉价、质量差，没什么品质，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随着近些年国内高精制造业的崛起，涌现出了华为、vivo、小米、一加等等这样的强势品牌。而这么多山寨机拙劣地模仿着我们自己的大牌，经过华丽的包装，摇身一变就远赴海外。他们的身上也印着相同的 Made in China。你可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市场供需决定的。但这样的产品对于这些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中国产品国际形象，难道不是一种影响吗？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科技小新和欧阳小白，他们也做过很多山寨机的报道，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本期视频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想尽了很多办法。就像开头说的，我们也非常清楚，这期视频一定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仅仅这个视频肯定是不可能成为山寨机的大结局的。但本期我们不要3连，也不要点赞，只求转发，让更多消费者看到。每多一个人看到，就可能每减少一台坑爹的山寨机。山寨机，如果说10年前啊，这个功能机时代的末期，有它时代大背景的存在合理性，但经过国产机这么多年的探索、演进和努力，现在它肯定不该存在。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关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